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到我們的到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謝謝觀眾朋友這幾天幫我們大力的留言，並且呢，持續今天要記得的事情就是看到我們的影片，先按下讚。之外呢，還要幫我們在留言板特別按下熱推這個關鍵字。如果沒有看到熱推，請幫我們寫下熱推2個字，並且呢，持續提醒觀眾朋友，如果想要跟我做留言互動的話，可以寫下思敏，我人在哪一個城市，那我一定會親自的幫你回復留言。昨天呢，其實有觀眾朋友有2位特別提醒我說，他已經在留言板寫了2天，他人在哪一個城市，但是我一直都沒有看到他寫的留言，所以今天特別把他留言念出來，他所在地。包括了紐西蘭的這位奧克蘭市的觀眾，跟在台南的觀眾，看到你們的留言了。也整理了一下，昨天有非常多的觀眾湧進來留言他人所在的位置，稍微念一下。台南之外，還包括了馬來西亞新山、巴生、馬六甲、檳城、吉隆坡、怡保，還有沙巴、香港、澳門、新加坡、台中、台北市、新北市、苗栗、高雄、永康、嘉義、印尼雅加達、加拿大的愛德蒙頓、溫哥華、上海、法國巴黎、高雄，還有首爾、墨西哥、米蘭、倫敦、意大利比薩、泰國、美國麻州、堪薩斯州、維州、洛杉磯、濟南、越南、沙勞越、阿曼，還有蘇格蘭的格拉斯哥、柬埔寨、緬甸、吉林、德國、比利時、西班牙、澳洲布里斯本、南非的開普敦、中國大陸的昆明、紐約、加拿大卡加利、挪威高棉、日本千葉、歌山跟智利。好，有非常多的留言都湧入了，謝謝觀眾朋友對我們節目的持續支持。那今天晚上呢，我們在持續的在這個留言板留言，我會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動。今天節目一開始，趕快來關心到的是，現在要發生大事情了嗎？另外一場戰爭嗎？美軍在緊要關頭緊急撤僑哦，逃奔到第3國，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現在也在積極備戰，亮出了他的飛彈，美伊同時進入戰前節奏。今天趕快來做關心。今天早晨收到的最新消息，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的是，美軍啟動了這個中東撤僑計劃，可以說是非常不尋常的一個動作。那也是被視為是一個啟動歷史級別的一個計劃。現在全面的是動員包機之外，還有地面的運輸系統，並且主動會協調幫助在當地的民眾來訂票轉運到第3國，而且呢，所有的差旅費是全面都是豁免的，被視為是不是現在準備要進入戰爭了呢？同一時間，伊朗也把話說白了，他說全軍已經進入到了100%備戰狀態，美國只要一出手，會立刻的全面做反擊。而在美伊休兵之際，伊朗則是重新整理了他的戰力，也積極的在備戰。最新畫面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的是，伊朗的民眾這一次呢，特別聚集在了他們的首都德黑蘭的廣場，上演的是國家動員的計劃。那這一場遊行叫做展現國家力量大遊行，公開向美國展示了2個他們認為是他們的大殺器，包括了卡德爾跟這個霍拉姆沙赫爾4的飛彈。卡德爾的這個小檔案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射程超過了1000公里，可以搭載多彈頭，具有抗干擾的能力。關鍵是包括了伊朗自己都承認，在今年3月已經用這款飛彈攻擊了美軍的驅逐艦。另外一款來看到的是霍拉姆沙赫爾4，射程達到了2000公里。幾乎包含了整個中東地區，他說15分鐘內是可以直搗以色列的，末端速度高達了14馬赫，具備多目標的一個打擊能力。那麼伊朗還有其他的不對稱戰力，他說他也準備好了。今天特別來看到的是革命衛隊，它下面的這個蚊子艦隊哦，蚊子艦隊全面待命之外，還包括了它有它的這個用高速的快艇、無人機跟岸基飛彈，專門要打的就是這一些航母跟軍艦。那麼另外呢，我們來看到他說速度的部分的快艇的速度甚至是可以飆到100節，大約達到185公里的進行飽和攻擊。五角大廈更是做了一個評估，說他們認為呢，其實美方低估了這個伊朗它現在目前擁有的戰力，包括其實它還擁有數千枚的飛彈跟無人機的庫存，是可以直接威脅中東的美軍跟盟友的基地的。另一方面，
荷姆茲海峽現在不是持續的被封鎖嗎？但是根據美國官員的說法，其實得花至少6個月的時間，而且還是在伊朗沒有干擾之下，才可能完成在荷姆茲海峽這邊的掃雷動作。美國突然間啟動的這個撤僑計劃，真的是嚇了大家一大跳，當然也同時影響了全球的股市，在今天早上有所發酵哦。難道是真的要準備備戰了嗎？另外就是看到伊朗的戰力的部分，蚊子艦隊還有各種的飛彈、無人機、岸基飛彈都已經出來了。接下來的戰力如何？雙方會如何交火呢？酈將軍怎麼看？確實，美國啟動這一次這個撤僑計劃不排除這個美軍會不會對伊朗又重啟戰事那為什麼我這樣研判呢？我覺得這次撤僑有2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伊朗又重新開放了這個空中，這個又重新開放空中，因為之前在打仗的那段時間伊朗它的空中是封鎖的，所以很多的客機沒辦法從伊朗起飛，而那個時候在伊朗這個本土有很多美國的僑民，那是不是那時候他們跑不掉那現在來講的話，伊朗認為說是在停戰時間，他又解除空中的封鎖，所以說這時候民航機可以飛的狀況之下，那美國要趕快把它從伊朗地區的僑民撤出来。其實美軍從中東地區撤僑，其實在開戰之前，他就已經開始在撤了。2月28號那時候，包括到這個除了海灣國家沙特，還有甚至連埃及，那時候他都已經有在撤僑。但是很多的民眾不認為說這個戰爭會打到他頭上，所以說並沒有很緊急。可是現在來講的話，我認為這個他這次特別不一樣的是，所有的這種費用、機票錢這個美軍全部豁免，由國務院來出這個錢。那後面代表的含義就比較嚴重了。我們看到當然川普有講說，這個時候停戰的時間，他要停到伊朗自己內部提出一個這種這個溫和派跟鷹派2派都提出一個他們都能夠共同接受的和談計劃以後，他才要開始談。所以他說這個停戰的時間並沒有時間表，什麼時候他們談出來，他們自己內部裡面談出來，我們再開始來談。似乎好像這個停戰時間會拖得很長。這個伊朗如果裡面沒有提出一個和平方案，那美國就不談了。那不談是不是就繼續停戰？可是這個美軍在這個同時他3艘航母繼續向中東地區來做集結，除了說是福特號現在要重新回到紅海。這個林肯號這個已經是在這個阿曼灣外海，另外布希號也正在趕向這個波斯灣的途中。除此之外，迪里波里號還有權勢號也都正趕向這個中東地區的路上那不免讓我們會覺得說，川普有沒有可能這個又重施故技？因為川普經常做這種事情他經常這個表面上面跟你講一套，就像是開戰那天2月26號，雙方還在日內瓦談出一個框架出來，就沒想到2月28號就開打了，這個而且是用偷襲的方式，這個以色列打美國就跟着下場。那這次會不會又是這樣？我們經常講一句話兵不厭詐。那川普尤其是這種是根本就是這個毫無信用的人，他講的話經常隨意而講，他每天今天想的怎麼樣，明天可能又改變了，包括他自己都沒辦法說服他自己。那到底這個停戰會停多久？我們不敢這個去推測。可是如果說就美國軍方的立場，他現在趕緊來做撤僑，是不是他們也做好說這個萬一川普這個在停戰甚至還沒有結束之前，又要對伊朗發動攻擊？那這不能排除有這個可能性。為什麼？因為我們昨天看到這個荷姆茲海峽這邊這個大概伊朗用他的我們看到所謂蚊子艦隊啦或這些快艇持續封鎖荷姆茲海峽。那包括到美國、英國的一艘貨輪也遭受到攻擊。那美國會不會說我已經封鎖你，你又封鎖？那為了這個狀況之下，他會不會持續開戰？第二個，我們看到這次這個就算是第2輪要重啟談判，我覺得談判要談出一個結果可能性也不大了不管是和這個濃縮鈾的問題或者是開放核武的問題，現在這個伊朗跟美國雙方的所開出來的條件還是南轅北轍。那在這種狀況下，川普會不會重施故技，又開始這個用軍事施壓、極力施壓的手段來想要驅迫伊朗來屈服？
所以會不會再過2天或者是1-2個禮拜，美軍呢將他自己的彈藥又準備充足之後，他的航母艦隊又到之後，又開始對伊朗發動攻擊？這個我想這些都不能排除這些的可能性。好，所以雙方現在看起來，其實這個軍力上面是蓄勢待發，是不是會準備要開戰呢？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賴老師怎麼看？這個有很多種可能性，也有一種可能性是因為，有一些還是困在中東地區的美國的僑民，因為他們離不開有很多的因素，有一些因素是因為他的經濟的財務狀況，他離不開，所以他們一直打電話給美國的國務院說，你今天你發動對伊朗的戰爭，那你讓我們被困在這個地方，那我現在的手頭上不方便，我也沒錢，那我沒有辦法去買那麼昂貴的機票，我離開這個地方，那你們要幫我來處理。所以這也有可能是一方面，就是美國的國務院他們也經過呈報以後，那決定由國家來負擔，那就把這個中東地區所界定為緊急危險的地區，然後困在現在這裡邊的美國的僑民啊，還出不去的，那你跟美國的政府借錢的話，就不用還了。那也就是說，之前你先走的，那你就自己認了。有17000多人。17000多的美國的公民，之前就是經濟狀況比較好的，第一時間聽到消息就走的人，那這些人是自己自費的。那現在的情況是沒有走的人，他們現在要求美國的國務院要負責他的問題。那對美國國務院來講要怎麼辦？那所以他就宣布說，那你離開的話，我們可以給你錢，因為並不是美國的軍機到這個地方來把人接走，不是美國的軍艦到這個地方來把人接走，是你可以向美國政府借錢，但是這個錢你可以不用還，但是你還是要自己包機或者自己搭機，你離開這個地區，你到周邊的国家，再從周邊國家走。但是由於美國的國務院這次的公布的，讓大家覺得很不着邊際的地方在於，他只宣布一個中東地區。可是你到底講的是哪一個國家？因為事實上，也就是說，不管你沙特現在難道對外都不能航行了嗎？沒有啊。阿聯酋難道都對外不能航行了嗎？也沒有啊。科威特都還有連外的通道啊。換言之，也就是說，只要不飛越這個伊朗的上空、領土上空的，因為伊朗是他所謂的關閉空域，是說你不能夠飛過我領土的上空。可是周邊的國家它還是有別的地方可以飛，有別的國際航線可以飛，它不用經過伊朗的領土上空。所以美國的國務院也沒有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因此大家要看的是你的具體的措施。不過它已經造成很多人的推敲，說是不是要局部性的地面戰準備要開打了？大家就有這個一個壓力了，就是說，以做這樣的一個動作，那大家都回想起2月27號，當時美國宣布說要撤僑的時候，28號就開打了。對，所以大家就開始不免去判斷說，那是不是準備要地面戰了？所以你要趕快說公家來負擔，你也趕快離開，因為避免地面戰一旦開打以後，美國更多的僑民在困在中東地區的受到傷害，那到時候這個賬都要算到川普身上。但是還有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是為了川普，為了逼伊朗來談判。那也就是說，我準備要開打了，我是真的要開打哦，你不要認為我不開打哦，你不要把我當成一個弱雞，把我當成一個taco，我是真的要打了，所以我開始進行撤僑了。你看我錢都付了，那也有可能是這樣的一個道理啊，所以我覺得各種可能性都存在的。好，各種可能性都存在。那当然了，不管怎麼樣，這個伊朗已經積極在備戰了。剛剛我們特別講了嘛，這個人民呢，他們聚集在德黑蘭的廣場。放出展示他們的這個卡德爾還有霍拉姆沙赫爾4的導彈之外，剛剛還有看到蚊子艦隊等等，還有呢，就是現在說呢，包括了這個伊朗的戰力已經回歸到戰前的70%了。接下來真的嗎？伊朗具備這些，比如說比較遠程的打擊能力呢？那美軍它的基地還安全嗎？那老師又怎麼看？伊朗透過這次展示，它經過這樣子的一個40多天跟美國相互的攻擊，摧毀了美國在海灣地區國家的一些軍事基地之後，進行到和談期間，雙方還是沒有辦法真正的上談判桌。但這個時候呢，它展現它飛彈的數量跟種類，跟特別剛才思敏介紹過的幾款的飛彈。第一個當然是在對國內的人民的士氣的鼓舞，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其實到現在為止，伊朗超過起碼2萬個以上的目標被攻擊，
那包含軍事，也包含民生，甚至一些橋梁。然後呢，超過2000多人死亡，以及數萬人受傷，經濟受困，然後貨幣不斷的飆高，同時網絡大概都還是停滯的，一直到這2天才開始國內的航班，伊朗國內的航班開始在恢復啊，所以是有一些恢復的狀況，要鼓舞士氣，而且當然要準備可能美國再發動攻擊的回應。那當我們現在最關心的是，他還真的有這麼多飛彈嗎？以色列老早在上個禮拜，以色列方面就公布，伊朗至少還有超過1000枚以上可以攻擊到以色列的重型跟關鍵的飛彈。而在前天，美國國防部的國防情報局，他的那個局長要到眾議院的軍事情報委員會去作證之前，先提供的書面資料裡面就指出，他說，儘管伊朗的作戰能力因前就提出書面報告下降，但是該國仍保有數千枚飛彈跟單向攻擊的無人機，數千枚飛彈足以威脅美國和盟友在這個區域的部隊。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就是伊朗它擁有的飛彈，不敢說70%，但是要因應如果美國再發動一次類似的轟炸，它的回應，我覺得應該是夠。但如果美國要進行地面或者是橋梁的攻擊的時候呢，是不是能夠打一場這麼大規模的這個戰爭？它的飛彈的數目夠不夠啊？品質夠不夠？那這就是我們必須要等到真正戰爭發生才能得到的一個解答。不過美國看起來哈，我覺得其實5月1號，因為總統發動戰爭60天，對，到5月1號就到期。他雖然可以再延長30天，但是呢，他必須要跟國會去做互動。現在國會雖然還是共和黨是多數，但是也有許多共和黨員不選的共和党員決定不支持他延長這個軍隊使用的期限。所以呢，我覺得5月1號之前可能會是個時間點，而5月1號之前發動大規模的戰爭的可能性高嗎？這個真的是一個大哉問。好，謝謝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